你讲新加坡 boring， 那什么叫不 boring？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去 JB，我们不可以盲目的就是 support local。你要怪谁呢？是怪消费者吗？在那里有过的一些回忆。很像我在凯爹分手的时候。哦，来 ，Hello，我们又回来了。又回来，又是你呀！哎，又是你哇，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说最近很多 local brands 都关闭了？哦，真的很多很多。你们知道哪一些吗？那个播放机。播放机对吧，projector， Cathay，凯爹也是倒，对。还有那个 preview group， 你知道吗？对呀，知道。因为就是我的朋友，他的婚礼是在1个半月之后，然后他年头的时候他就订了那个 preview restaurant at Keppel Bay， 他就想说我想要有一个海景来很 nice 的 wedding， 对吗？然后8月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收到一个通知说sorry， 我们的餐厅会关了，他们就很临时的通知他，然后他现在就要去找 venue， 来，没有问题啦，我叫我老婆明年再结婚啦，可以。我是在 Empress 结婚举办我的结婚典礼。 Emperor 是什么？他们其中的一个，我在 Emperor， 他们其中一个restaurant that is under them。那你听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吗？身为一个已经结过婚的，就是举办一个婚礼的一个人，我会觉得很压力。我跟你说啦，很简单，不结啦，对不对？对不对？可以这样的，没办法啊。如果你是吉日怎么办？吉日就不急呀。所以你们有去过 preview 吗？有14年前。哇哦，14年前。所以他们现在倒还正常。因为你没有去 support 他。我又不是说我 support 一下他们不会倒。14年前啊，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还直接开蛮久了，只是说现在科技越大，越来越发达啦，然后竞争越来越强啦。对，我觉得也是因为竞争很强，所以这10几年他们现在就完蛋了。对，到处都是 cafe 嘛，现在。对，我的朋友其实他是一个 filmmaker， 所以他其实有一部电影要上映了，他本来是要在 projector at Cineleisure 就是上映，但是呢，要上映的时候，那个 Cineleisure 那边关，对不对？所以就去到 Golden Mile 那里，然后过后又要在那里上映了，然后又要关了，最后 Golden I'm not Village sure，I think 好像会在 Golden Village 上映。其实我很惊讶，projector 会关，因为他们在Cineleisure刚开不久，不懂是不是去年还是这几年啊，对。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 Golden Mile 的，it's so iconic 可能我的朋友就是比较 artsy 的人，他们就很喜欢去 projector， 而且那边有很多不同的 events 啊之类的，对吗？我只是在那边拍过婚纱照。哦，对，因为那边的 setting 很美，这样对，有哇 vibe 这样。为什么你会在那里？对，因为很有 vibe 咯，在那边哇，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有一点像你出国去拍照的那种感觉。那个地方是有那个气氛有对，但是我觉得你在做生意的话，最主要的是要有需求嘛。如果你的地方是这样，然后你看的电影都是比较 niche 的，比较特别，很难维持。所以我在 online 我就是看到有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就 weekday 他去看一个纪录片，旁边就多2个人呢。就 Cathay 也是 weekday 有几只猫在那边看电影。我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所以去他这些地方倒的时候，我是挺难过的。我们在那里有过的一些回忆，我觉得会随着那个地方而消失不见。我觉得他也是见证很多人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很像我在凯爹分手的时候。来，要谈一下吗？你这样讲我们要听耶。我不爱你，拜拜，就这样而已嘛。那为什么可以在 Cathay 分手？买戏票啊，买了2张票，一个人进去了。谁进去？我啦，不然他呢？幸好是戏票，不是机票。没有，我没有那么有钱。现在看电影都用手机看了，你现在 iPad 开个 Netflix 我们看一下，你看，所以其实连去买戏票都不去买，更不要讲去电影院分手了。所以你讲什么电影院的回忆啊，我不要啊。For projector 对吗？因为我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的 first film 的 screening 就是在 projector， 然后他们讲说projector 是一个给那些刚刚开始做 film 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 space，它能够支持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比如说他们要办一个 event，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那里 hold。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觉得 projector 关掉过后，就会少了一个 event space， 一个 third space 来让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Maybe 可能有些 business model 就是我开一个 event space。It's not just 就是看电影，如果它是以 event space 为前提，然后把它改良成，也是可以看电影，可能那个 business model 会不一样。很像你懂哪里吗？韩国不是有现在很
出名的就是松树那个 area，哪一个女的？地方。激素的妹妹。松树以前10年前是没有人去的，可是现在他们在那边做很多 pop up，所以 pop up 呢就是常常会更改那个 pop up， 所以我觉得 maybe that's a more viable， 对，比较有新鲜感。因为你看讲 Comic Con 这种还是很大，它还是也是有我觉得规模的背后可能是有一个投资者。假如说新加坡有很多 events 是因为有政府的赞助，所以一直以来都还虽然是那个人潮不多，但是因为有额外的赞助，所以都一直有在进行。对，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地方倒闭是没有办法的吗？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租金，Number one 就是租金，就是你讲得很像哦，你开了2间店，没有，是真的，是真的，是租金，没有，真的是真的有开，没有，我没有开。哦以前我妈妈有开过一个店，哇，对我妈妈也开过一个店，最终她就是把那个店关掉，因为她可以 work from home， 她不是卖东西，所以她可以 work from home。可是因为那个租金哦，就是每一年就是越来越高，从3000就变5000就变7000，他们一 increase 哦，就是大概几千块。你的妈的是不是跟他讲说，我的钱包在这边，你拿，就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我也是有以前在打工的时候，就是学生打工的时候，就是卖 yogurt。我的那个老板是一个蛮有钱的外国人，他可以 afford 这个店，对，因为他是爸爸的钱。没有，我就问他，你大概1个月要还这里的租金多少钱？因为那时候是在 Jurong 的一间购物商场，就是在 basement， 因为 basement 很多食物的那种，就是一个很小间的店，在 corner 的那种，一个 counter 里面3-4个桌子这样，10多年前就已经是1万块，要卖几个有可能？对，就是还要，我觉得他是不是被骗了？不知道，就是他就讲还要还就是工资啊，还要还那些yogurt的那些 ingredients 那些材料，还要还那个人来这边洗那个 machine， 要还全部的过头了。对 ，overhead， 对 everything 就是要还很多，就是有时候我们一天买的 yogurt 大概400块。OK， 400块400块的 gross 啊 ，gross。我觉得除了就是 F&B right，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只是年轻人啦，现在很多人开店 in a sense right， 他们都是在网络上，我没有办法跟就是大的企业比，我就以我自己的方式，可能在网上，然后就自己 build 我的 base， 然后卖给我需要的人。但是很多 F&B 的人会来跟你唱反调了啊！是啦，我不是讲 F&B 啦，我是讲开。假如是 F&B 啦，现在很多吗？开咖啡厅吗？做抹茶还是什么吗？对。然后come to my support， 他的房间的那个窗口开啊，对。那 here you know， 很多 F&B 的人会觉得说，我们要给租金，对。我们要给这个license fire license、food safety license。food safety license 有2种，要给这个license，要还有quota，要hire人，要买什么？你们什么都不用，连我们还是照卖一样的东西。现在就是网络就在 debate 咯。这样子到底是政府的一个漏洞吗？为什么有不平等待遇？还是说我们要 embrace， 所以改次不用开模了啦。你去人家的家直接拿 order 就好。可是我觉得他们倒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钱上面的问题，其实也是消费者习惯的一个改变。比如说，虽然我对 projector 关闭很难过，可是我觉得 a bit hypocrite 啦，因为我也是最后一次去，也是几年前的事情。hypocrite。It's like， 其实实际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有持续的去支持他们？对，你难过，但是你理解 OK。你难过，然后你在那边哭爸哭妈就错了。周末你们没有 support， 自己有没有去啊？如果可能他每天 support， 但是你也不能拿你自己跟别人比嘛，对不对？可能你很热爱，但是可能我就不看电影啊。所以其实如果是那种很伤心，但是又一直在那边complain，为什么新加坡人烂啊？这个，我觉得就不太好。我觉得是要去了解为什么会倒闭的真正原因，然后去好好的去说就最好。而且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改变了。I mean like after COVID especially right， 我们都是喜欢在家，没有那么常出去了。你很喜欢出去吧？对，我很喜欢出去，我超爱出去的呀。可是我就觉得出去了要花很多钱呢。It's like 现在去吃一个东西 ，even like hawker right，at least 2个人一起去吃 ，at least like 15-20。你去哪一家 hawker 吃？可是你买很多买一个菜 maybe like 7块钱，等又买一个饮料，等加起来 at least $15。$7。7块钱。你去哪里的？你去哪里的？你去哪里？我跟你讲，这个不是 not sponsor 啦。
Pasir Ris 歌不错。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选择去便宜的地方或者不用钱的地方，好像比如说我的朋友圈啊，不懂是不是变老了啦，我们就是当然是变老了我觉得变态。OK，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去 hiking 啦，还是我们去变老了打 badminton 啦，变老了，对咯啊，没有，现在不是 badminton 了，现在是 pickleball，啊pickleball 很贵耶。 ，pickleball 我跟我老公玩2个人这样打来打去就after that 我就闷了，那多少钱？大概25还是30块这样。对，还要买那个 pickleball bag。对而且打 game 多好。哦那其实你们现在会去哪里约会？ ，JB。为什么你要新山你要问我伤心的东西？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去 JB，做那个眼睫毛也是去 JB 比较便宜，做头发也是 half price， 对，做头发也是。买衣服也是，他们很喜欢去对啊 thrifting，在那边比较多选择。对，没有，在那边才叫真正的 thrifting。对在这边不懂为什么叫 thrifting。对 thrifting is supposed to be 个2块、5块、10块，啊，这边的是50块， 50、70、80，它比它的 original price 还贵。真的有看过。越穿越贵。你是什么？你是刘德华啊，神经病。一般你这样的话，就是每个人都会去 JB 的话，然后新加坡的对， who is spending here，就是咯。对不对？对然后就有更多的 business 会倒。但是每个人都是有他们自己的目标，可能我赚的就不多钱。如果我的经济来源比较OK，我当然是在这边吃，我还要浪费时间跑过去，还要坐巴士，对对不对？当然我一定在这边吃。你要怪谁呢？是怪消费者吗？还是怪那个 landlord 的那个物价呢？还是怪那个租金起？因为供不应求嘛。你叫新加坡人要 support local， 我也 can support。But it must be realistic。我觉得是一个很 vicious 的 cycle 哎。我们没有在 local spend 对吗？然后他们的就是生意做不起来，然后他们就倒闭，然后可能 take over 的是一些比较国际的品牌，然后就不付得起那个租金。那些存留的本地品牌他们只能为了应付这些高的租金，他只能把这个 cost 转到消费者身上，然后东西就越来越贵。我 agree to the point， 我们不可以盲目的就是 support local。你的品牌要有自己的 unique selling point， 可能你卖便宜的东西，还是你的食物真的很好吃，还是你的 service 真的很好。I don't mind spending， 我就是会去支持你，但是我们不可以拿着那个 support local 的标签，然后就贴在那边，就是不管这样你就一定要 support 我。可是你们不觉得失去了这些独特的空间和一些品牌，新加坡就会变得更无聊吗？更单调？我觉得你现在看的那些购物商场都是一样，都是你看到一个 Uniqlo，还有 Decathlon，都通通一样，差不多一样。以前的那个购物商场很多 local brands 就是 Far East Plaza， 你还记得吗？我有去。以前我们中学的时候，就是 Far East Plaza 很多 block shop， 好像 Escape 也是很多那种小间的店，就是很 interesting， 就是有很多 local flavor。可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很少，因为没有人买。对，你去那边真的是 ghost town。现在有什么？有 online 直接买便宜的，对，淘宝啦 ，live stream。我本身我很喜欢游戏，我也是喜欢实体的的那些 media。实体，physical media。实体啦，喜欢实体，你神经病啊！如果是为了这些东西，我会刻意的下去。衣服对我来说是一种 fashion 加 essential 吗？不需要。你很 fashion 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 camera roll 我不敢打人啊。就是我记得就是在悉尼来着，好像2楼有一个 earring shop， 然后我每次过去买的，很多人去那边做piercing。对，现在没有了，对吗？好像没有了，很 sad 嘞。我那天路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看一下我的childhood favorite place， 然后就没有了，没有了。你至少还可以上去。多10年，我要想看我的 children 是一片草。是，即使不是在比较你要特地去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我们的一些 neighborhood malls，I think mini toons 以前也是挺流行的，对吗？现在还有吧 ？mini toons 还有，现在没有了，应该没有了吧？还有每次会去加那个 marshmallow。Yes。对啊，我会去买 soft toys， 你就真的很sad，因为每次可能 mini 吨是大间的，你可以看大间，然后它就慢慢变成越来越小，然后现在就没有了。mini 吨就 unlock a memory。还有 77 Street 也是。无边哦。我觉得很 sad 因为我觉得 physical space 还是承载比较多的情感，比起来 online 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打印出一些照片，它是有分量的。比起你手机相册里面有几千几万个照片，你会回去看吗？我们这个年代了，我们会比较珍惜实体的东西。当你是说现在今年2025年刚出生的婴儿的话，20年后可能他们觉得说，还实体奇怪了。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赛歌，因为以前我们的年代有牛冰，after that 就不流行了。然后现在 photo booth 很流行。对 ，I agree 啦，就是很像一个
时代的变化，就好像最近你没有看，好像 TikTok 他们有那个 sober party 啊，对啊，然后我妈妈都会问我，诶，哇，这样 interesting 啊，现在年轻人在好像跳舞啊这种，然后没有喝酒的，真的，然后过后他还继续讲哦，就是以前好像1980还是90年代对吗？以前就是他们会关掉整个乌节路哦，然后他们叫那种 Swing Singapore 还是什么，就是 countdown event 来的哦，所以关掉那个乌节路，然后就是年轻人下来就是真的是 party 的嘞。所以我觉得每个时代他们都有一个就是代表他们自己的一个东西，就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一个生活方式啦。这样。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只是没有去 club， 他们不喝酒对吗？他们有 matcha rave， 你懂吗？现在 matcha rave 以后什么 chocolate rave， 然后什么 coffee rave、sober party、non-sober party， 什么 party， 难怪很多企业会倒，因为每开一次，你可以赚欸，开了之后，no not interested anymore， 倒ปั๊。我觉得现在的购物商场都是 like it's a reflection of Singaporeans， 我们很 safe。对你不需要去 Orchard Road， 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去 Orchard Road 是一件很大件的事，现在人家都不管了，人家去 Heartland Mall 就可以了。对，因为 whatever you need 就在那里了。对，对啊，看电影有一个 supermarket， 对有可以看电影 ，OK， 看电影。你看电影然后对泡泡茶一定有2-3间。泡泡茶，我觉得在 Heartland 对比 Central Area 更多。所以我觉得你讲 boring 吗？我觉得他没有 interesting 过。就是这样啊 ，it serves a purpose， 它就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原因在，它就是刚刚我说的吧，你有需求，它就是供应这些你们要的需求，就是这样而已。你除非是有一个新的一个 space 来，他讲过了，一个 third space 啊，就是让好像一个 event space 什么，就是时不时会有很多活动啊，一些节目啊，我觉得那个就好玩。你讲说购物商场哪里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来来去去都是一样。其实这些品牌如果越来越统一的话，其实是不是代表我们 identity 也是朝着我是 value practicality，我是很务实的人，我是喜欢 efficiency 的人。So that's why 在哪一个地方，全部的 model 看起来一样，我们的 identity 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很 vibrant 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个过程，真的是一个过程。因为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的时代，都是什么东西很红 ，department store。所以其实那时候是我带你去 department store 啊，哇，Saki 我们去买一点 ice cream 吃。现在去老巴萨都给人家骂，哇老哎！所以你会带你的 first date 去喇叭山吗？其实我反而觉得新加坡很多东西做。你讲新加坡 boring， 那什么叫不 boring？ 可能因为说每次去 date 就是你要去哪里，差不多一样。因为你去惯了嘛。那在美国人还是在韩国人，也可以说韩国首尔什么都没有啊，他们会觉得比较好，因为他们可以去别的城市嘛，他们地方大啊。其实老实说，如果没有别的城市的话，道理是一样的。你一直在同一个地方绕，当然会觉得 boring， 是因为你的脑的关系我。们的 mindset， 我们觉得 boring， 因为你什么都看完了。而且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习惯了很多东西，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很有趣的，但是我们就做习惯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 geographical 的问题啦。就是我们地方太小这么要怪国家呢？没有国家，真的我觉得这个是 natural 的，就是对 nature 就是这样。我们就是新加坡就是小，所以我觉得这些品牌虽然倒闭就是很可惜，但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啦。但是所以我觉得不想被淘汰的话，就是要顺应时代的潮流了。I mean 有东西关也会有东西开嘛，对，还是有很多新的品牌是有在开的。所以大家有喜欢的 local brand 的话，就好好去 support 啦，不要等到太晚的时候才来惋惜。你可以 support 就 support 啊，不可以 support 不要乱 support 哈。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哦。拜拜。